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娶妻先看口，嫁夫先看手。在80年代曾经的农村，人们的穿着打扮都比较保守。假如谁家媳妇儿敢穿短裤或者短裙在村里行走，那肯定是会被人笑话的。假如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性更是包裹严实，所以人们在娶媳妇儿的时候只能看到女方脸部的长相，所以也只能通过脸部来判断一个女性的性情了。有句农村俗语说，娶妻先看口，嫁汉先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一、娶妻先看口。娶妻先看口这句话的意思便是在娶媳妇之前，先要看一看对方的嘴巴，然后通过嘴巴的形状来判别一个人的性情特征，看对方是不是有福之人。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大嘴吃四方的说法，其实这仅仅是嘴型的一种，并且大嘴一般都比较适合男人。假如女性长着一张大嘴，往往是会影响美观的。古人把人的嘴型分为龙嘴、虎嘴、羊嘴、猪嘴、马嘴、弯月嘴、樱桃嘴、复传嘴、四方嘴等等很多种类型。人们也经过对各种嘴型的调查，也总结出了各种不同的含义。一、嘴唇丰润。嘴唇薄厚代表一个人的感情薄厚。如果一个人嘴型宽大且嘴唇丰润的话，这种人一般比较的贪吃，享受欲极强，注重生活品质，懂得享受生活，而且心态乐观积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财运较好，一生往往能够丰衣足食。二、嘴巴宽大。嘴巴宽大很好理解，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比较宽大，且身材相对来说比较魁梧的话，此为吉相；若是嘴巴宽大且身材瘦小的话，则为凶相。前者官路亨通，赚钱能力较强，容易升职加薪，而后者大多说话毫无遮拦，容易得罪人，虽然也能获得一些名利，但是漏财严重，婚姻方面也大多不顺利。三、嘴两边下垂。如果一个人的嘴角两边下垂的话，看上去就像一个小船翻过来一样，因此在相学中也称为覆船口。这种嘴型的人大多思想非常的消极，是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凡事都喜欢往坏处想，而且疑心较重，不相信身边的人没有安全感，所以总想着控制他人，做起事来态度敷衍，缺乏热情和激情，做事非常的被动，没有什么进取心，而且性情非常的谨慎小心，容易错过很多机会，一生命运波折。四、嘴大无棱。所谓的棱指的是嘴巴最外层凸出来的那一圈唇肉。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比较大，而且唇形平整无棱的话，这种人大多投机心理非常的重，做事总想着走捷径，不过善于沟通和交际，特别的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以他们也不太喜欢那种比较稳定的公务员之类的正当职业，反而适合做一些投机性比较强的职业，很会赚钱，但是却不聚财。五、嘴巴低平。所谓嘴巴低平，指的是嘴唇下方部位低平无势，此处在相学中也称为承浆，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强弱和抗压能力。嘴巴低平的人一般意志力比较薄弱，做事缺乏坚持，责任心和担当能力不足，无法承担一些大事情，做事不积极，失败后总是喜欢找各种借口，而且特别的喜欢唠叨，整天怨天尤人，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六、嘴尖唇反。如果一个人的嘴巴小且嘴唇尖长的话，这种人大多个性比较孤傲，好胜心非常的强，从来都是不甘于人后，凡事都要占据上风，争斗之心非常强，也不善于与他人沟通和交流，所以人缘往往不好，而且经常会与他人发生冲突和矛盾，容易遭到身边小人的陷害，从而损财折寿，一生坎坷不顺，是不适合作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的。七、吹火口。吹火口的重要特征便是嘴唇尖长且外翻，不说话时嘴巴也总是呈一种撅起或者合不拢的状态，看上去就像在吹火一样，故有此称谓。
这种嘴型的人大多说话非常的直白和难听，话语很辣，特别的容易伤人，说话丝毫不留情面，而且得理不饶人，平时话也比较多，还喜欢在背后说人长短和是非，非常的令人讨厌，一生财运破败，容易贫穷。8. 开口不见齿。所谓开口不见齿，指的是说话时和微笑时嘴巴张开的幅度比较小，而且嘴唇能够紧紧地包住牙齿，使得不论是说话还是微笑时，牙都能不外露。这种人一般很有教养和才华，性格温和，目光长远，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能够获得一定的地位和名望，又成为名人的潜质，一生自然是非富即贵。9. 嘴边有直纹。如果一个人的嘴角两边长有横直的纹线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刚硬，做事不懂得变通，而且性格非常的急躁，容易冲动，经常动不动就喜欢发脾气，一旦生起气来，做出的决定容易失去理智，从而犯下后悔莫及的大错。这种人平时做事也非常的粗心，但是报复心也非常的重，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一定会想尽办法报复回来。2. 驾汉先看手。驾汉先看手。有人说，人类能够成为地球的统治者，离不开3个重要的部位，那便是眼睛、大脑和手。古人把人的手型分为金、木、水、火、土以及坚手型等6种，这6种手型的事业、财运也各不相同。古人通过手型看一个男人是否有福。1. 土行手。土行手的重要特征便是手掌厚实呈方形，而且指头比较短，手腕粗大，大拇指根部的肌肉比较厚硬，掌纹不多，深且清晰，尤其是智慧线长得比较直。这种手型的人一般个性比较的随和，做事比较踏实，但是头脑比较固执，有很强的执行能力，也能够吃苦耐劳，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容易得到别人的信赖，但是做事喜欢蛮干。如果能够专一地从事某个领域的话，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善于处理感情问题，但是感情运不顺畅。2. 金行手。金行手的重要特征便是手指修长，但手掌略方，指尖圆润，手掌色泽白润，厚实而有弹性，掌纹不多，但每条也比较的清晰。这种手型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正直，富有正义感，做事也比较的公正，意志力坚定，做事坚持而稳重，非常的懂规矩，而且好奇心比较强，性格活泼开朗，有着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过内心非常的不安分，不喜欢过那种平凡的重复日子，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敢于挑战自我，也特别的有上进心，身上具备一种特别迷人的气质，天生的领导者。3. 火行手。火行手的重要特征便是手掌和手指都比较长，指尖比较圆润，指节不明显，手指长得特别的平直，指甲部位白里透红，但掌纹比较多，除了几条很深的纹路，其他都不太明显，也比较的杂乱。这种手型的人大多头脑反应比较快，非常的聪明，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不过为人处事方面却比较感性，性格非常外向，为人也非常的有主见，有魄力，有才华，干劲十足，有着很强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事业上容易取得成功，感情上也容易发生一见钟情，但是大多都很难长久，感情运较为波折。4. 水行手。水行手的重要特征便是手掌和手指较长，指尖部位圆尖，手掌颜色较白，手部的青筋部位隐而不露，掌纹非常的细密。这种手型的人一般非常的聪明，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观察能力，善于思考，适应环境的能力非常的强，内心安定，不喜欢与人争斗，但是喜欢感情用事。这种人一般特别的有气质，品味也比较独特，感情运非常好，也比较多。如果能发挥自己的所长的话，事业上容易取得一番成就。5. 木行手。木行手的重要特征便是手指骨节较明显，手指瘦瘦长长，掌形偏长方，肤色略带暗沉。属于木行手的你，通常在个性上比较务实，能够深思熟虑，
他的头脑冷静，富有判断力及研究精神，求知欲旺盛，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比较不重视，有成为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倾向，所以又称为学者手。他们虽然看起来令人敬畏，但其实内心温暖仁慈，有博爱精神。他们通常会散发着文艺气质，具有审美观，平时会为人处事喜欢亲力亲为，不假手他人，本身个性比较一丝不苟，也因此会比较重视小细节的事情。6. 尖形手，手指和手掌的特征掺杂了2种以上的五行属性，很难明确的分辨。如果是混合型的手，就兼有那些五行的优点和缺点。如果刚好是相克的五行组合，如混合了金木、木土、土水、水火、火金的手型，就会出现不稳定或者双重人格的矛盾倾向。混合了3种以上的手型，则容易见异思迁，缺乏主见。通常混合型的手都比较的聪明，适应力强，警觉性高，他们往往多才多艺，有创意，对各种工作很容易上手，也可以学习的比别人快速，但也相当善变，极容易自相矛盾。当然，经过看嘴型和手型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情，也仅仅曾经人的片面主义罢了。由于那时候人们只能看到脸，所以不仅仅是经过嘴巴、手型，像鼻子和眼睛包裹着耳朵，也都是人们用来判别的首要部位，所以就有了娶妻先看口，嫁汉先看手的说法。当然，现在人能看到的当然多了，也就不需要单独经过嘴型、手型来判别了。每个人都想着发大财，不管是发正财还是偏财，只要求得富贵，就能有衣食无忧的人生。我们知道财运好不好，可以看手掌的财运纹，看指缝是否漏财。但在手相中有几种纹与众不同，它们预示着此人有不俗的财运。下面就请你摊开手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特殊的发财纹吧。1. 折桂纹。折桂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斜着延伸出来的线，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而形成的独特线形。古相学中把它称为折桂纹。有诗云：折桂闻名有大才，如主极地绝高魁。西娥月里平相约，一日登云折桂来。折桂纹主荣贵，拥有这种手纹的人，不论男女，贵人运都不错，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的帮助，再加上自己也很努力，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事业成功，财运自然也就跟着好。折桂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和渊源的博识，所覆盖的星丘也是与学术研究、文化思维、意识灵性有关，因此折桂纹多指代天赋和名气。这个线形所在的位置又是中国古相法所代表的乾宫，乾代表高贵的人，在奇门遁甲中，乾又是生门的位置，代表灵性、超脱与往生，所以这种纹路的人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容易受人赏识欢迎，登高折桂，一鸣惊人，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中国古代的纵横家可能多出这种纹路。男人手掌中有折桂纹是非常吉利的，是福泽深厚的表现。生有此纹的男人往往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才华横溢，必能在大考中夺得头名状元，有过人才干，工作步步高升，能收获功名利禄，财气和福气都不少。此外，在婚姻上也能够取得贤惠好妻子，既有稳定的事业，也有美满的家庭，可谓是事业、财运、婚姻俱佳，人生运势非常顺遂。2. 三奇纹。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通常可分为2种，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可多方面发展事业，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女性主干练持家，旺夫兴家，如太阳线直直线漏缝者；男性主先成后败，女性主到老孤独。另一种是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如掌中有此纹线，其人会名利双收，具有事业潜能，很是了得。
绝非凡品，其人的成功与著作、社交和口才有关，如作家、律师、教授。那三奇文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三奇呢？民间传闻，一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二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三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三奇文明显的人，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掌中生有三奇文的男人，放到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3. 宝晕纹。手掌中的宝晕纹在手掌中像是螺旋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往往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宝晕纹像环形，则此人可封侯拜相；如果宝晕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食有财。通常掌中生有宝晕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生有宝晕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而且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晕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由于宝晕纹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晕纹往往以不吉论，会很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晕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于家中男主人的倾向。4. 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视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有时说，纹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忧贫，男儿指日封侯相，女子他年国内人。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者嫁夫有贵气。金花印纹是一种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上等人。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有此纹可成贵妇。不同部位的金花印纹所代表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预示其人财运很旺，财源滚滚，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者企业，精力都用到这方面，容易忽视健康，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如果在明堂或者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此人会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所以成绩一般都不错，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才思敏捷，是写文章的好手。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如果在太阳丘有金花印纹，此人会很有魄力，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部位则不佳，预示其人可能会是个糊涂官员。生命线上有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男儿官运亨通，女子可以为官。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贫苦，而且福庇子孙。5. 六花纹。
与金花印纹相似的还有一种六花纹，形如六角小花，一般是单独出现，这也是一种吉利的掌纹。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容易年少成名，平步青云，多遇贵人相助，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光耀门楣，中年便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换句话说，就是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晚年更是享尽荣华富贵，受人尊敬，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型人物，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与核心力量。但其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格霸道，做事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以说是缺点和优点相辅相成，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就了他。6.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贵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字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如果少年手上生有此种掌纹，必能早年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玉千金直上加，涉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长有此种掌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财运会更旺盛。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是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以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要靠自己打拼。掌纹又被称为手纹、掌区纹等，是手相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书《玉管照神局》中则列有掌纹72种，称为掌法贵贱72格。手相中最常见的富贵格局大约有6种。1点三财纹。玉管照神局，三财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三财。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财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财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2点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3点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贫人成大富，谋职禄未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
创作线。如果六绣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4. 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唐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夫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5. 点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线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门实禄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6. 千金直上纹，玉管照神局。人生若欲问荣华，千金直上一纹家，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几人夸。千金直上纹从手掌底部的前弓开始，呈一个大的弧形，朝离宫上行，穿过天纹感情线，进入离宫，甚至到达中指根部。千金直上纹通常又称之为冲天纹、通天纹。有冲天纹的人不富则贵，生活无忧。有的乡书说手有通天纹，大成大败论，可能正是因为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才导致结果不是大成就是大败。如果现在的你总觉得老天对你不公平，就好像什么事都针对你一样，事事都不顺，做生意亏本，工作领导看不起，同事非议，生活一团糟，夫妻总是吵架，身体还毛病多多，总之一切都很糟糕透顶，没什么能随你心意的。第2，手纹上有着特点，都是先苦后甜，上半生辛苦，下半生幸福。首先来说一个案例，下面的这位女士手相福气很不错的，不论是从手掌的外形来看，还是从手掌的纹路来看，都是福泽深厚之人。女士的感情线很漂亮，前段走势清晰，后端分出3大支线，长短一致，3个大叉一样大小，这在手相学上称为凤尾纹，很稀少，命格富贵双全，有福也有财。尤其是感情线末端代表婚姻，此处凤尾纹出现，表示女士婚后财富兼收，可等着要享清福。从你的手相流年上看，年轻时可能会辛苦一点，大贵之年在于45岁以后到来。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以后会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因为有权势，所以慢慢的会让自己变得很富有，凭借自己敢闯荡的精神，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未来的婚姻状况非常好，会遇到一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另一半，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手相中的3条主线不是很好，感情线导纹分叉较多，婚姻线非常长，你的感情婚姻之路并不顺利，烂桃花非常多，恋爱期间你能感觉到不顺利，近2年还未有正缘的信息，正缘会比较晚，在感情上易有情伤，注意个人的情绪把控。财运在中年之后较好，会有贵人相助，金星带较短，思绪容易打死结，不懂得变通。建议在做事之前要先研究，等了解状况再做决定，免得陷入自己的死结中。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任谁都想将其存住，
不要流走。但假如自己天生有就漏财命的话，又如何来化解呢？下面教大家几种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1. 戴戒指。假如你的手上长有漏财纹的话，可以通过戴戒指的方法来加以化解，也就是在食指或是中指上戴一枚金的或玉制的戒指，便可以减少漏财的几率。2. 购置不动产。钱花出去了，你手里没多少钱了，但你有房子、地皮，在当今房地产价格猛涨的中国此来说，不失为一种存钱的好方法。3. 将钱财交由他人保管。假如确定了你是一个漏财之人，那就不要在手上放太多的现金。如果配偶不漏财的话，便交由对方来保管。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则可以将钱交给父母，或者干脆请理财公司帮你打理，都可以避免漏财的情况。第3，两指不碰头，夫妻难白头。一辈子注定多婚的首相之人，双重婚姻线，也就是指手掌中有2条平行的婚姻线。那么这种婚姻线代表着其人一生2次婚姻，而是说明自己的运势很容易受到婚姻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就可以迎来财运的转变，但需要注意避免因为过于关注事业和财运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你的事业财运方面只能说是一般，事业上要在婚后才能有一些发展空间，整体的财运也需要到中晚年。身体上要注意呼吸系统方面，此首相一旦遇到挫折，都比较容易急躁，心态的调整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感情婚姻方面，你会晚婚，经历的恋爱次数不会多，正缘会晚一点，27岁左右会遇到你的正缘。最后将五指伸直之后，小拇指向无名指的方向倾斜，或者是向外侧倾斜。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比较小气，属于那种很自私的类型，虽然心的善良，喜欢帮助人，但是却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为了朋友也是如此，朋友有困难他们会帮忙，但如果是借钱的话那就算了。而且因为生活中太过重视利益，导致人缘一直也不是特别好。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